全球各大媒体报道中国财经，我们团队为您整理总结中国财经简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启动中国之行，将与习近平会面。南华早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这是他自 COVID-19 大流行以来的首次访问。访问期间，李显龙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李强总理和其他共产党高级官员。李显龙还将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表演讲。新加坡外交部长上个月也访问了北京，确认两国在新兴领域的合作，特别是数位和绿色经济。李光耀曾表示，接受中国的崛起需要政治家风度和与其他国家谈判。此行正值中美关系紧张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将出席博鳌会议。中国工业利润在1至2月因新冠肺炎疫情挥之不去而下滑。路透社，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前2个月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下降 22.9%。数据显示，在2022年该行业同比收缩 4% 之后，2023年工厂面临挑战。工业利润数位适用于核心业务年收入至少为2000万日元 2.9 米的企业，正如最近的经济指标所显示的那样。这一消息是在 COVID-19 大流行中复苏不平衡之后发布的。为了重振经济，北京未来年设定了 5% 左右的温和增长目标。香港股市因盈利前景不佳而下滑。南华早报，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7%， 结束了2周的涨势。因为一些中国最大公司的企业盈利报告低于预期，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复苏弹性的担忧。科技指数下跌 2.7%， 上证综指下跌 0.6%， 其中科技公司表现最差，汇丰下跌 1.1%， 小米下跌 2.9%， 李宁下跌 1.5%。尽管如此，百度上涨了 1%。而阿里巴巴上涨了 1.2%。预计本周晚些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3月份制造业降温，表明出口增长减弱，加剧了投资者的担忧。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寻求修改其货币政策，以专注于缩短推出货币宽松所需的时间，包括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预计这种新方法将在周末的规划机构会议上讨论，将于4月中旬推出。然而，人们对这种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担忧，因为它可能难以抵消冠状病毒爆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高盛 Goldman Sachs 的分析师认为，由于投资者对中国重新开放后经济复苏的力度和可持续性的看法仍然存在分歧。因此 ，PMI 制造业数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在中国之外，美国政策制定者宣布，尽管一些中型银行正在接受审查，但鉴于矽谷银行 Silicon Valley Bank 最近倒闭，以及第一共和国银行 First Republic Bank 正在酝酿的问题，整个金融体系仍然健全。这些问题正在扰乱全球市场。大多数亚洲市场仍然喜忧参半。监督中国经济的习近平忠诚者。纽约时报，中国新任副总理何立峰 He Lin 曾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中央计划者，被任命为监督该国经济的关键政府官员。经济学家正在审查他的决策，预计他将监督从贸易谈判到产业政策的所有事情。自进入共产党以来，他一直支持国家主导的举措和抑制业务增长的政策。一些经济学家预测，如果继续遵循这些政策，可能会出现困难，例如不断增加的建设债务。谢谢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